而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不是在封锁中国的晶片吗？可是现在中国突围了哦，华为有新产品了，而且他们还进军到了中东。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这是华为的智慧表登陆到杜拜哦，这个是当地的 landmark。杜拜的地标6000平方公尺的广告牌，来，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高阶的品牌哦，要陆续要打入中东的市场哦，这是华为的雄心壮志。可是某种程度呢，西方世界也在看中国跟中东是不是要结盟了哦，在人工智慧的领域想要围堵美国了吗？您看到是当地哦，您看到的是当地的广告，巨幅的广告，而沙特阿拉伯工业跟矿产的资源大臣呢，就跑去中国大陆了，参观广东东莞的华为总部，还去见了任正非哦。所以现在市场上都在说，美国才限制这个辉达的 AI 晶片哦，向中东的国家出口，因为美国也制裁中东的部分国家。那现在那这个中国大陆的晶片逆向输出中东吗？我们看到了，包括华为，它已经破解了自己生产的 GPU 密码它的效能据说啦我们看到的是业界的报道，已经优于 NVIDIA 的 AI 的 A100， 情况还在改变当中所以外界也都在看华为未来会怎么做，是不是呢？会把目光投向中东这个地区呢？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华为，它投资了4.3亿美元在未来要建制北非的云端中心，还有开发人员的培训这是他们自己的策略。而这个新中心也会支援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服务，支援阿拉伯语的人工智慧应用，还有语言模式。未来4年会投资大概4亿美元在云端服务的项目当中。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过去一段时间华为的新手机卖到缺货，很多人都说买不到嘛还要靠关系等等点包括我们看到了中芯国际N+2 的晶片制成这个产能就代表了华为旗舰机款的产能因为大家怕说是不是买不到，就是因为你产能没有办法提升上来。摩根史坦利就说，预测中芯每个月生产大概200万个7奈米的5G 这个晶片，那估计华为明年5G 旗舰手的产能这个手机的产能会在2500万只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就说这个晶片的制造能不能够接续上来，现在是一个大问题。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微博热搜是什么呢 ？iPhone 改华为手机壳热卖，怎么会这样子呢？看到这个很多的点阅电商平台现在呢，在 iPhone 15要改华为手机壳畅销这个也是一个怪招怎么会这样子呢？另外呢，首批的 iPhone 15 Pro 有瑕疵吗？有一些网友就讲了，会过热、会刮痕、会掉色、边缘未对齐这是有一些网友他们这个反映出来的一些缺点。而另外呢，中国大陆 APP 平台登记独缺苹果、小米、华为、OPPO 以及三星都有入列这个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国家网信办公室第一批的 APP 分发平台以及备案编号，就是独缺苹果。就是独缺苹果的 Apple Store。 美媒不断唱衰华为晶片吗？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媒体或者是台湾媒体对华为发表新机这件事情，其实报道甚少，非常少希望不要引起大众的关注吗？还是你故意讨论很少呢？中国打七伤拳，力捧华为新机，证明美国半导体出口禁令有效看到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他说这是七伤拳这个美国的禁令还是有效的。这是来自于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报道，他们的研究的成果。他说，从中国政府倾全力也要扶植华为的行为中来分析他认为华为 Mate 60 Pro 版反倒证明美国出口禁令确实发挥作用，因为我禁你嘛，所以你用力的举全国之力来 promote 华为的这一款手机。而且呢，这个研究报告里头还唱衰中芯7奈米晶片良率很低，
可能只有15%而已。我们再来看看呢，虽然美国施压，可是荷兰的光科技巨头现在还是坚定要发展中国市场，这是来自于 ASML。现在开始招聘最近也都在招聘。他面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可是这个公司的高层强调说，我们还是会致力发展中国市场，并且扩充人才队伍。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人才在这家公司。来，我们请教赖老师。华为这一次的突破我觉得让 ASML 感觉到忧虑了、焦虑了因为他原本的计划是在今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么就开始不供货给中国大陆了。那很明显的，他发现美国的那个制裁没有效。如果他也按照美国的步调走，不供货的话，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光刻机自己会制造出来。因为目前已经传出，就是中国大陆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光刻机了。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如果华为不供货，那它的资金会到。那资金一旦到了以后，它国内的铺货一扩大，那中国大陆就等于是你帮我养成我自己的光刻机的，以后会跟荷兰 PK 的。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的这个 CEO 的立场又有点在转变了。那当他立场一转变的时候，过去他已经是屈服于他们的政府的压力，他现在一定会回过来给他们政府施加压力。那他的政府就一定要进入欧盟，由欧盟来给美国施加压力，不然的话，那对于荷兰来讲，他的处境就很艰难了，因为他发觉就是说，越打压中国大陆的成长突破的速度就越大，因为美国已经告诉你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因为当初讲说你7奈米绝对做不出5G来，那现在中国大陆7奈米可以做出5G，而且当初说你不可能做出7奈米，结果大陆做出7奈米。这个已经被证实的。好，那现在这些智库就是说，你的良率一定就15%，如果你的良率就15%的话，那理论上讲，这个那个华为根本不可能卖的这么大，也没办法量产，也不可能量产，因为现在它不只是手机用这个7奈米，它是所有的同时全部启动的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用7奈米以上的这些，而且用自己的麒麟晶片，这个都已经被证实了。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智库又发生错误。我个人认为，这个摩根斯坦利的评估可能也错了。因为他说中芯国际量产大概就是每个月200万个晶片。那这一定代表不只是15%的嘛。好，对。可是200万的晶片也不可能，太少，不够，不够。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已经上看，目前大家来讲已经上看，至少是2000万部到2500万台的这个手机，单手机哦。那证据在哪里？它的下游厂商就是帮他做这个镜片的、光学的，帮他做电池的，所有的这些厂商，他们本身都在招兵买马，因为他的订单接不完了。那订单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华为，也就是说。3年的亏损1年赚回来，因为这1年的订单，他们的估计就是有一些厂就1年它的营收就会到100多亿人民币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整个华为带动的这个整个市场，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那个打压的方式是错误的，而且是无效的。是，来请教舰长怎么看呢？你确定你买的 iPhone 15是苹果？还是火龙果啊，越用越热啊！那你确定你还可以拿在手上玩手游吗？还是要用一个架子把它架起来啊？那这个问题啊，火龙果的问题啊，48度，对，那48度可以拿在手上玩完了，手都变成了葱油饼了啊！那当然了，小舰长的手油比较多了啊。那我们这样讲啊，事实上来说，有很多那个 Bloomberg 之前就讲了，现在从 iPhone 15开始，它就已经部分的在印度制造。在印度制造呢，那虽然数量不比在大陆制造，可是印度制造的还是会跟大陆制造的同样的一起上市啊。火龙果是不是印度做的啊？那所以呢？那个，如果你觉得你的 iPhone 15火龙果很热的话，你要不要尝试了一下拆机，看看里面是不是印度啊？那如果是印度的话，对不起，那没办法，就是这样啊。那至于其他的刮痕、掉色，
这个工业上的公差的问题啊，在大陆做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现在发生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大陆的技术问题，而是你是不是在印度做的？印度还说要做一个印度到那个中亚，然后一路到非洲的那个经济管道，我们大家等着瞧啊，看看那个是到时候是不是要运火龙果啊？那另外啊，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那个华为在北非投资4.3亿啊，其实华为在大陆本身投资的更多啊。我就是最近看到了任正非讲2个故事啊，小舰长也是 NBA 出身的哦。那我听他讲这2个故事，我非常有感。有感什么？因为他讲到了那个有关于研发的部分啊。他讲说，他看到他们的一个工程师啊，搞个7、8年，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每天就是上班就在那边玩电脑。然后他也从来不去打扰，或者是找长官盯他到底在干嘛，对不对？结果这个人有一天突然带着他的团队就说他们已经完成了7奈米的晶片制造，这个就是一种信任。如果他有这种信任又愿意投资的话，我们就觉得任正非他带领的这个华为团队，那当然是世界一级棒啊。第二个，他也有讲说，那个他有看到另外一个也是研发人员，然后做了让他们的手机做了跨步的提升。他说他准备帮他提高7级的薪资啊，结果他们说，那个总裁不要这样子，5级就好。那个总裁讲话总是比较夸张的，意思是什么？他愿意砸钱，然后让大家愿意全心全意投注在这下面。前几天小舰长在这边讲说，大家买华为手机其实是出一口恶气，但是更多的是民族骄傲。我们没有收华为的广告费哦。来请教这个小毛。对，我觉得华为这一阵子在全世界，尤其在我们台湾它赚很大，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大家严重的讨论对，我觉得这赚很大。那台湾买不到啊。对，而且其实很多人想买但我们都被撩的有点好奇心了。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 iPhone 15上市，然后讲过热，讲到大家真的不太敢碰，这也是事实。我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苹果的果粉，就是说只要他出了什么新机，他就会第一时间买来，然后说你看都几机怎样什么什么的，我们就真的过热吗？然后我就说你换了没？他说会过热，我先不买。我第一次讶异，真的就很讶异，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我们身边都有这种果粉嘛，对啊，我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去抢干什么？他们那种连曾经上网说什么你给人家2000块去代排队的，他都花过啊，就这种人呐。所以说他现在竟然跟我说过热，我先观望，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 something wrong 然后那你就知道说这种商战其实是靠行销，行销靠市场，市场靠抢那这个抢，你现在看得出来，华为跟苹果，其实我们常常拿这个2个来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要先搞清楚它的不同。不同在 Apple， 它是一个资本密集，跟完全就是在华尔街模式出来的一个公司，是私人的上市公司，没错。那华为是什么？华为是中国大陆这几年为了对抗美国跟它整个同盟的整个这个围堵，创造出来，它已经变成国家机器跟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甚至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这就是它华为跟 Apple 本质上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它为什么布局？它去弄云端花这4.5亿，难道不怕打水漂吗？它还真不怕。类似的东西，它再砸10个点，它只要1个成，那都是超级独角兽。没错，这种东西我们要搞清楚。华为跟 Apple 本质就不一样，没有错。可是在中国大陆，华为跟 Apple 都卖得很好据我们所了解，2个产品都各有拥护者。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国内部现在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您看到美国的政府又要停摆了吗？我们看到拜登无力阻止政府停摆，所以白宫就发布了员工临时休假的指引，就是万一真的停摆了，该
该怎么办？会给你一个 guidebook 哦。那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做准备？哦，堂堂的一个现在世界上的第一强国，政府要停摆了呢。共和党哦，这个反对党众议员就举行了拜登哦对他们的总统的弹劾调查第一次的听证会。我们看到他针对谁？针对这个甚至是指控拜登在家族成员的贸易啊、商业的交易上面呢，撒谎而且纵容他们利用拜登的名声进行交易，就是他儿子打着爸爸的名号在外头招摇撞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到众议院的调查结果是，他的小儿子杭特曾经收过2名中国人的电汇汇钱给他收款地大喇喇的写的是拜登的家业所以看起来的确是蛮大胆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在宾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案，实在不可思议啊 ！Shopping Mall 一大堆人跑进去、冲进去，来，您看到了跑进去苹果专卖店，又是打，又是砸，又是抢东西。来，看到了吗？这个声音都是来自于现场的暴动的人民，还有人大喊 "Free iPhone, Free iPhone"， 这是免费 iPhone， 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呢 ？Shopping Mall 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店包括运动用品店，包括瑜伽服装店。都被抢劫一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美国自己的问题，现在不管是在治安，不管是在国安，不管是在科技上面，还有政府的效能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矛盾。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什么？美中在对抗之余，看起来也要对谈了，也要对接了，也要合作了。王毅中国的外交部部长以及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会接连访问美国，为拜习会来铺路您看到的两国这个 G2 两强可能要见面了，要谈了，时间点也许会在11月。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有高铁尽管搭过的人可能不是这么多，可是发生事故实在也有一点点过多了。据说已经有这个99起像这样的意外事故，最新的一个事故是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开往奥兰多的高铁，很不幸的这一辆休旅车上头有6个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而我们看到像这样的这个意外，那当然在这个当地也引起相当多的讨论。雷蒙多在访中的那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美国有媒体随行报道嘛。纽约时报其实本来有一篇报道是有描述到中国的高铁，让他们印象深刻。它的细节是这样讲他说同样的距离，中国高铁仅需4.5小时，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列车需要18到24小时。他想要凸显的是美国的基础建设跟交通运输可能已经落后中国了。可是这段叙述重新编辑之后不见了可能是编辑台有意见，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就不见了我们看到中国高铁的确，他把他的技术给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我们看到开枝散叶了，包括您看到了现今在福厦高铁开通了。来，导播让我们看一下福厦高铁开通，中国高铁的网建到最近台湾海峡的地方，这个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群所串联出来的黄金旅游带。您看到包括厦门、包括漳州、泉州等地据说已经形成了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的交通圈。而福厦高铁中途有跨过3个海湾，穿山越岭，它的营造难度据说是很高的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福厦高铁以及沪宁沿江高铁也正式开通了。沪是上海嘛，宁就是南京，也就是说不只是福厦高铁，上海到南京之间的第4条铁路也要这个正式开通了也于同日正式开通了。可以看到非常快中国大陆的建设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事实，我们也要正视。来，请教赖老师。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交通建设真的是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的10业计划。当时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擘画，不管是重要的港口，还有就是8纵8横的铁路的建设甚至跨越长江大桥的等等的，当时国父有对整个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构想。那这个
在大陆被实现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它带动的就是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因为基础建设越方便越便利，它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越快，而且它不会走回头路，因为交通带来速度，其实带来一切啊。那相对来讲，你看到美国为什么会越来越衰败，也就是美国的基础建设越来越糟了。美国的基础建设越来越糟，糟到美国的政府都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例如说，不管是卡特总统，其实最早强调美国的基础建设完全落后于中国大陆的是卡特。卡特在有一次这个做礼拜的时候啊，他有一次的演讲，那好多年前了，他就说我们美国已经完全落后中国大陆了，被彻底打败了。我们如果再不急起直追的话，我们美国永远赶不上中国大陆。其实他指的就是整个交通的基础建设。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那拜登上来以后到现在还是一张嘴，还是一张嘴。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只剩下一张嘴，而且都只剩下纸面上的文章，什么都做不出来。这个高铁，坦白说，佛罗里达州这个高铁简直不算高铁，因为375公里左右要走3个小时，平均1个小时125公里，比广州的地铁速度都还慢。广州的一条地铁，它的速度都160公里，最快可以到170公里。地铁，而且他还不说我这是动车，我这是地铁，都比佛罗里达州说我这是高铁速度还快。既然你称为高铁，你就不要去撞死人嘛。我们不太能理解，你已经把一个人撞死了，那怎么没有改进呢？你政府也没有去介入，然后呢，结果又把人家的一个休旅车撞了，然后又死了那么多人，这个简直对我们来讲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它却都在美国发生，而这个在过去来讲，号称最先进、科学最发达，然后最强大的国家，可它呈现出来的是已经落后了，它真的是很落后了。那最后我们看到联邦政府，我觉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已经找不到一个一个曙光，因为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说50对50了，还是有机会。可是你看现在已经不到3天了，时间越来越接近的情形下，原因在哪里？两党恶斗。讲到两党恶斗，我就想到台湾，实在是越来越像我们台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两党恶斗造成联邦政府的停摆，美国人的脸真的丢光了，因为惠誉已经说了，你如果联邦政府停摆，我把你信评从3个 A 往下调，是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很严重，而且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来，我们进一下广告。请教舰长怎么看美国的状况，以及福厦高铁，还有这个沪宁沿江高铁，现在都正式开通了。其实我们都冤枉美国了，美国有高铁，可是它的速度大概就是台铁最快的速度，那比不上我们台湾的高铁，其他各国的高铁，包含大陆的，那就更不用提了。那其实呢，我还是要帮美国讲一句话，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实际上的状况啊，这就是这一次出事的。其实它不是这一次啊，它是死亡率最高的那个这一条高铁的线路，他们也就这一条。我们从这张图看到什么？它竟然有平交道，然后呢，公路就在旁边。它不是像我们大部分的国家的高铁都是专属路权，它不是。然后也就是它有平交道要等。所以那个如果说没有注意，如果没有停看听的话，那还真的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般的铁路，对，旧的铁路做的动作，对，然后结果呢，这一次啊出事的呢，那就是下面这张图啊，这次出事的其实是一个 homeless， 也就是无家可归者，所以他们的警长已经出面开记者会说，这有可能是一种那个自残的行为，要寻求协助啊，下面一定有警语，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啊，它这是一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因为它这一个铁道它并没有所谓的
平交道的部分啊，那这是放大的状况。我们这样讲啊，美国的基建，因为我在疫情前去过美国，而且我不是我有到大城市啊。我到大城市最深的印象就是看到这些无家可归者，在我们平常常去的柯达戏院旁边，然后都是尿骚味。然后我到了中西部黄石公园，其实我坦白讲啊，我看到的他们的基建啊，可能比我们台湾的那个一些乡村还要烂。然后所以啊。他们现在说要急起直追，然后开始搞电动车啊什么？对不起，你怎么能跟基建狂魔比嘞？你怎么可能跟中国大陆比嘞？你不是中国大陆的对手。至于高铁这个最严苛环境的高铁，中国还没有开始铺，那是一条什么高铁？从平潭岛到台湾的高铁。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政府又要停摆了，白宫还发布了一些指引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美国现在外强中干的状况可能很严重哈，他们内政其实你包括中部的所有农业州哈，他们因为一条密西西比河有史以来最大的干涸，农产品运不出来，他们就已经天下大乱了。这个东西我们在台湾基本上不太讨论这个事情，但美国的状况真的很多。然后拜登呢，也因为他儿子 Hunt Biden 在乌克兰。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继续陪着我们的毛嘉庆，钱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海军新乡舰前舰长吕礼诗，大家秋节愉快。是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秋节愉快，在吃月饼、在吃柚子之余，也来关心我们的国建国造的进度。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国造潜舰海鲲号亮相了。赖清德副总统说，这是承载着国防自主的决心，并且会成为我们台湾破浪前行的动力。蔡总统也明确的指示了，要造后续舰。可是国建国造的潜舰召集人黄曙光上将却说：“哎呀，你现在不要管后面的舰，这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吐槽我们蔡总统吗？言下之意是，2025年原型舰海鲲号能够完成战备是最优先的要务。而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专家也纷纷发表意见了，包括王志鹏，他是海军前上校，他就说这个舰上有多处关键的装备已具其覆盖把它盖起来了，所以他认为原型舰没有装配完成，包括什么呢？原型舰没有在水面码头靠泊，可见舰底下的若干系统，包括像是主海水冷却系统，有可能都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办法在进水中启动这是专家的意见。而另外我们看到海鲲舰在帆布的这个罩着的外壳下面不平整台船造舰团队说这是瘦马效应您看到的，包括这个外头的帆布看起来是不平整，他说这是瘦马效应。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呢这个在网络上面或者很多专家或是对这个船舶有兴趣的网友就说有人就说这一颗是一样的吗？我不懂造船，可是看了会担心呢尊重专业，可是看起来怪怪的有很多人有各种的想法，众生喧哗。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问题，那就是经得起考验。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建国造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完备。而另外对岸的动作频频，包括共军9月对台湾军演。中国大陆的国防部说，未来会常态化组织这一类型的演练。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部长不是讲了吗？敌情蛮异常这句话讲完之后，解放军被问到说，山东舰演习这是假想敌吗？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讲了。他说关于山东舰的演习，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一次训练。他的意旨在提高部队的战备和打仗的能力。邱国正指的是9月中旬发生的事，而不是现在对岸也有回应了。
那美国必须讲哦，动作频频。那这个美国不断的说是中国在制造紧张，到底谁在制造紧张呢？布林肯不断的说这是北京在台海周围制造紧张，还有改变现状。而另外我们周围国家的局势也要很注意，包括日本看到日本首相现在会晤美国印太司令他们说要强化同盟威慑力，要应对北韩以及中国，把北韩跟中国都当作非常重大的威胁。而另外呢，为了要因应东亚的局势，你也可以看到日本的33个民用机场现在打算把它升格作为军用机场，这是日经报道他说这个鉴于东南亚的安全现在呢关切升高，包括我们台海的局势紧张情势升高，日本政府挑选了10个都道府县的33个民用机场还有港口要列为可能未来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就变成军用的港口以及机场。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向菲律宾捐了2艘的巡逻艇，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常在南海搞事所以呢，中国国防部就讲了说，本来就没有事是你美国来扰之都在指责对方才是这个造势或是挑衅或者是这个来滋扰的人。路透社的报道是说，美国计划要建新的海底电缆，连接太平洋岛国所以在地底下，在海的地底下也要做一个新的电缆。而另外，美国众议院也通过提案，国防部长降薪到美金1元只领1块钱美元这是美国共和党还有这个众议员的这个众议员的名字叫葛林，他提的法案，理由是什么？他说共和党对 Austin 到现在为止的工作感到不满，所以我主张不给你薪水，只给你1块美金。来，先请教这个小毛，你怎么看？我觉得讲的这句话了就是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扰之了这我们整个第一岛链，你说从日本、韩国，包括最近连俄罗斯的北海舰队等等都加入这个联合演习，一路到黄海跟我们台湾海峡、南海的状况看起来，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扰之这个事情，大家可能某个程度现在你越来越同意了就是说。你回顾现在大家包括战略的专家们也都在说，回顾过去这100多年来全球的整个局势变化了美国在100年前的这个大萧条，跟后来2次世界大战前的通货紧缩，它是怎么解决这些东西的呢？就是大量的卖武器，还有靠欧战，然后他去放这个债然后再去跟你这个占了某些东西。去殖民的整个状况，让他美国伟大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每个人听到说，从川普开始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然后拜登做得更狠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很紧张那我们这边每次都在说我们有获得什么新武器，最新获得的这个武器海鲲号昨天下水了我不晓得国防部有没有认真的去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海鲲了那庄子的《逍遥游》里面有这个典故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这个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是最大的鱼，超级大鲸鱼，对海鲲号。所以我们这一艘潜舰，这个如果你觉得它很先进的话我想在座2位专家可以告诉你，北韩的潜舰比这个可能还厉害一点这个我们不是给自己泼冷水了因为人家已经做很久了。好，来，我们这个到底好不好？昨天下水，大家说什么？为什么挑教师节下水？我跟大家说，你们其实不知道，昨天是民进党党庆，好不好？党庆来下水一艘，根本没有碰到海水的这个下水典礼，我不晓得算什么下水是叫了一碗下水汤，大家喝吗？这应该不是这样搞笑的吧？就民进党党庆，你总统去这个说你国造潜舰第1艘要下水为什么不敢下水是。好，当然你们有很多合理化的说法了那就拜托命名跟下水典礼挑民进党党庆，你们就直接说你们想干什么嘛。是来请教来请教赖老师。目前我们看到黄曙光有在改口了，因为他本来是说
我们现在先造1艘，然后再过未来的2、3年，我们再造3艘，然后到后面再造4艘，总共要造8艘。那现在有点改口了，就是说，我们现在2025年先把这一艘弄好再说了啊。那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已经趋向于保守，因为一艘战舰你打造出来了以后啊，你下水了，然后开始进行测试，测试以后如果说都没有问题，你要交给海军，海军还要拿去演练，然后到最后都确定没有问题以后，那你才能够后面去打造嘛。可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你后面的如果已经又开始做的话，那会不会打水漂？可是我们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先不谈这个，因为它这艘战舰所释放出来的讯息真的不是很多啊。例如说，我们只知道它长70米，然后宽8米，高18米，然后说可以承载18枚这个 M4K 啊，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鱼雷等等啊，我们大概只知道这些。可是对于它的这个速度，还有对于它本身的这个静音的问题，对它的作战系统，我们知道的都不多啊。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即使你造了8艘，那以目前来讲，解放军的潜舰都已经有这个66，有人估计到75之间啊。那俄国的估计是到2030年的时候，它的潜舰可能会有到99艘。那你8艘凭什么就能够封锁整个中国大陆，让它出不了第一岛链？这一点，黄曙光，你应该用你的所谓的，你是海军上将是把你的军事学说给大家解释一下，科普一下8艘潜舰如何封锁99艘潜舰的中国大陆。这一点我觉得黄曙光的话讲得太大了，所以我昨天才会说他在讲鬼话，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已经背离我们所谓的军事上的这些知识了啊。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以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啊，日本把自己搞的，因为日本本来的非战宪法使日本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的宪法规定它不能用武力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所以绝大部分除了朝鲜以外，绝大部分都不会把日本当成假想敌。可是日本的从安倍晋三一直到岸田文雄，他们开始把日本整个改变了以后，他们一直在制造一个假想敌，不是朝鲜哦，而是中国大陆。他们最新公布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是把中国大陆列为他们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假想敌。那你想，当你把大陆列为它的最大的威胁、假想敌的时候，大陆当然也会把你列为最大的威胁跟假想敌。可是日本现在不到中国大陆1/4，你却要挑起中国大陆是你最大的敌人，然后变成大陆也把你当成敌人。我觉得日本是不是把他自己的这个方向带错了？那么目前又要加强这些军事上的投资，经济已经这么糟了，人口少子化了，还要再搞军武，我觉得对日本的政府，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方向整个走错了。来请教舰长。我必须要帮总统府还有帮国防部讲话昨天叫做命名及植评仪式，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子做啊。我们来看韩国啊，跟我们震惊情势最像的韩国，他从这个张宝高级，也就是德国协助他所做的2栋沟级，到孙元一级，就是德国协助他做214级，到他才真正那个国建国造的安昌号级，它其实都有这个命名及植评仪式啊。讲完了，澄清完了，接下来开始打脸。为什么这么说嘞？所以昨天不是下水仪式？对，昨天不是下水，不能叫做下水，就是植评命名。我们有看到植评，然后也命名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哦，这个国防部啊，不要一天到晚，还有海军司令部啊，不要一天到晚啊掩耳盗铃，然后那个国内有我们海军的同袍啊，提出任何的批评啊，你就冠上各种的名义，例如说小舰长我啦，那国防部叫我说三道四的退伍人员啦，那还有批评一个那个刚刚我们所提的王志鹏上校啊，他讲说啊，他是什么本职学能不好，你把人家升到上校，你才知道他的本职学能不好，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啊？那当然王志鹏没有本职学能不好。那我们来看，他说这个叫瘦马效应啊，那但是呢？这一个是谁啊？这个是在
经常出现的一个国防的摄影的人员，他说他从来没看过，说一个潜舰会长成这个样子，还包含中间这个帆罩，怎么还没下水，应力都还没出现，已经扭成这个样子。观众不要说小舰长对国防部有偏见，因为我是说三道四退伍人员，不是，因为我们来看那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韩国，它的帆罩这边有这种状况吗？有这种状况吗？都没有啊，就只有我们有。然后呢，除此之外他还讲说这个旱道也不平整。我必须这样讲这个旱道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这是表面对啊，这是表面如果表面你都焊不好，连表面功夫都做不好，你告诉我们你压力壳是怎么做的？那如果没焊好，有什么裂缝的话，对不起我真的很希望你们现在这一些说大话的，不管说是这些名嘴，或者是你们这些拍胸脯保证的政府人员，第一次下水跟着去不要一天到晚那个把人因那西北料这个对做不下分2次做，那看哪一次比较倒霉。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个大城湾的这个超演的部分大城湾，没有人拿出这张图来。那这张图呢是热心的网友做的，不是小舰长做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古雷镇，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也在这里操演过。那这里呢是东山岛，那他在这里操演呢，其实一直如此所以国防部不要每次都要选举了，你就开始搞芒果干，你不会吧？你对不对？然后唯一这一次最大的不同，他就是把075这一种2栖攻击舰拿出来了。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如果从 AIS 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滚装货轮，其实为什么国防部长会紧张？因为滚装货轮其实有6艘，当时不断的向台湾附近的海域集结。不是向我们集结，是向附近的港口集结，所以国防部长认为说，是不是他们已经在开始部队集结，准备装载了嘞？然后再加上看到了那个彩虹4现在叫做 KVD002，也就是远火部队的前进观测机，所以他才会说特别紧张，不要紧张。解放军现在叫做冷启动。你没有办法发现。是这个，谢谢舰长的分析让我们很多得到宝贵很多的专业的知识。